哎，这个海鲜味还真的蛮浓郁的哎。那个香辣是韩式的吧？这个真的好吃啊！本周的主题是新竹苗栗知名小吃大 PK。首先，让我们欢迎苗栗代表廖威廉队。苗栗国 is me。新竹代表丰田商。为什么他是国王？为什么？因为之前的 PK 我都2连胜。那个新奇跟传统的那个你也输，对，然后之前土三小你也输，对，所以他就是国王了。就这2个地方，大家在心里都是有点美食沙漠的感觉。今天就是要打破大家这个迷思啦。哎呦，找得到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吗？因为你已经2连败，对，大家就可以发现你有点没用。所以这一集你有一个小帮手，是有小帮手。你确定是帮手吗？我不怕。哎，苏豪来那一集，我帮他找了多少家好吃的？好像是这样子哦。是。对。谁家？这次规则是什么？这次都是你们各店家分出来之后去真的去。所以就是你们工作人员吃，然后决定哪个比较好吃。他们是评审。赢家会有很大的奖金。OK。哎，那是一只狗 ，Let's go。开了112年，哎呦，这好酷，炸起来都超甜的，这12块，是10个，那是炒面，很魔性哎，超爱他们鸭血，超爱，超级滑顺，真的像在吃果冻。宵夜美食，但他们卖的是蛋吐司，其实很罪恶哎，晚上吃这个。它很像猪脖，然后突然开始 ABC 餐，要不要吃啊？不的，真的，哇，小菠萝很大颗，很大颗。葱汁猪肉汤泄洪在你的嘴巴，然后你要啪啪。他们还有配酸菜，很酥哦，配泡菜更好吃。包在冲出来。他们使用的板条真的是国宴用的板条。啊，它的板条的口感太赞了吧！我是有跟老板说，我想要吃再酸一点。但是好爽。负责新竹的部分，但我有信心。你有信心哦？有，因为呢，曾经他们被大家说是一个美食沙漠嘛。对。但是呢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网络声量，新竹是全台湾第6名。第6名哦，第6名。哎，我好奇哎。第1名台北嘛，第2名台中，然后第3名台南。坦白说，这几次呢，我们这个访问新竹，我们有感受到它的改变。我们要发掘这些原本被大家称作美食沙漠的地方的美食给大家，还要平反一下。好，那你先拿出一个厉害的。对，先去新竹这边。走。高铁，第一件就很强了，怎么样？自己是不是觉得孤单啊？不会，好自在啊！这边已经开了112年哦，看一下这边。你好，老板。蛮特别的炸果，之前我们在炸柜，鬼脸哥台中那边也有吃过，有，112年本身就很厉害，但是它的价钱更厉害，全部点一遍都不到100块，所以你是第4代，爸爸第3代在那边，爸爸现在几岁86，看起来还是很硬了。对，但为什么有蒜头？对啊，好少看到哦。爸爸在炸的就是蒜头、蒜苗啦，蒜苗哦，也没有吃过哎。少见呢。对。他怎么这么坚持这样子这么便宜？对，爸爸坚持。所以你一直想涨价是不是？等到他整个他管的时候，1块变20块。
个就是平常外带的时候的盒子。其实他们现在都是只有外带啦，因为疫情嘛，真的像那种网美会来拍的那种，是很可爱看起来非常精致哦，很像一艘大船一样。它每一个其实都小小的，我觉得这样女生吃也不会觉得有负担。这是肉的，对，比较绿的是鹅啊。它其实是有点像薄皮的那一种感觉，它其实吃起来会比较软，但是它的葱的味道比较多，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那种葱的那种水分，类似像是韭菜盒子的那种逻辑，有没有？就蛮好吃的。哎呦，而且很好吃哎，猪肉腌制的超好吃，就是有带出它的那个猪的甜味，我好喜欢。最温和的霸贵，那它的里面的调味是不是有一点像水饺那种独特性，然后口感性很不一样？美味强很厉害。好，那你换另外一个鹅啊，鹅啊的，好。哦，它的口感一样，就是它的那个面糊的部分是真的有面大阪烧那种很松软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味道的部分靠纯粹的那种鹅啊的那种它本身有的鲜味，那也一样吃起来很舒服。我吃这个我很好奇，蒜头，哎，这个好酷。你们好像要吃哎，很常会有人吃那个葱白那边特别甜的那个位置，我觉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是它这样炸起来之后超甜的，你咬下去觉得没什么负担，但也很像我们吃到那种现切葱丝，好吃哎，好甜哦，甜对不对？这12块，我可以吃10个。没话说哎，真的蒜苗那个水分本来就很多，炸完之后真的刺激感没那么强，因为甜度拉得好高啊。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炸这个天妇罗里面有蒜苗？对啊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可能以后其他店就可以看到。对，米糕，那个米糕也很强，先来的是酥脆的口感跟里面的那个自然的甜味，但不是那种全部腻在一起，还是有吃到一粒一粒的口感。炸工不一样嘛，温度不一样嘛，就是吃起来真的不油。我想吃芋头糕，很好奇，想说是不是像五桂之类的？いただきます。它芋头糕是做的有一点像萝卜糕那种质地，所以它是非常绵密的那一种，很细致的。然后芋头味道是你在咀嚼的过程中慢慢飘散出来的。啊，你不是说不吃重复的？差不多了，快剩没有了。哎，好好吃好好吃很哦。好吃，有点像就是芋头菜头粿的。对对，像萝卜糕的那种。它等于其实是菜头粿的为基底，然后但是它又有芋头的香气在附着在上面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芋头片又不一样的口感哦，但可以吃到那个芋头它的那种更扎实的那种感觉，反而它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调味，就吃那个芋头的甜味，而且切薄薄的，像马铃薯片。那你真的有在喜欢？全部快吃完。哎，这样子不到100块，很值得，很值得。我们是一人一套哎，我们这样吃完不到300块，这有点作弊耶，这太强。我觉得你们这样子拿掉蒜苗，拿掉米糕也拿掉好了，米糕也拿掉，太好吃了。你们只能吃这些剩下的。算蛮特别。哦，很特别哦。没吃过的东西。对啊，这边才有哎。很饱哎。吃完了，够了。接下来这一家呢，很厉害哦。网路评论，9000多折，9000多折，那个是9000多折，没有是真的，因为你们都知道吃过，吃过。徐二姐，哎呀，不可以这样子那么认真的，太过分了吗？超过分！但是我们没播过真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私底下来吃。对对对，没办法，太知名的小吃啊。好像没吃这家就不太对。我记得我们上次是这一桌还是这一桌？对，这边我们那时候大概是叫，大概是这个范围的。这样哦，摆满。哇，好年轻哦！这么年轻，你可以过来吗？真的是二姐，对不对？二姐本人。那你自己有开始学做这个？会啊，会做一点内场。小时候就有在帮忙。开玩笑，在肚子里就开始学。哦，在肚子里就在学。真的。妈妈很骄傲。那有没有推荐的招牌的？一定要吃的。热炒类的话，最多人点就是鸭肠跟鸭血。鸭血，对。鸭血就是每桌都点，对。新鲜。那面的话，炒面是最推荐的，因为我们的面跟外面的面不一样，是特别请人家做定做的面，特制的。那我们的小菜
好都给你配好不好？来招待给你配。丰田牵丰田哥哥的手去选小菜。妈妈喜欢吗？可以吗？这样轮外在哦。可以啦！我发财了！没事，靠你了。腿肉的地方，腿肉一定要吃。对，我这个点的1/4腿的地方。好不好？然后鸭胗，我们鸭胗有。鸭胗很好吃，对，我们鸭胗超软，超软。超软，期待哦！发财了，丰田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如果丰田跟你女儿交往，你是可以多的。开玩笑，我这样算新妈吗？新吗？新吗？对算了算了，好。那丰田等一下就直接留下来工作。在另外一个节目，但他很认真，他会炒东西。已经跟你安排好，你从收碗、洗碗开始哈。好，没关系，没问题。好强哎！那是炒面的，炒面、不讲话语，它是汤底。鸭的总会拼盘那刚刚丰个，田鸭胗、鸭胗啊，精选，然后鸭肝、鸭肝、鸭翅，然后这个是炒脆肠脆，肠，这两个我们必点的啦。对对啊脆肠，然后热炒的鸭血的。那面要不要先吃？好，他们对鸭很了解，所以你要从做鸭开始。哎，它这么烫哦，它烟超大的。它的面超级好吃嘞，哦，看起来是很像汤面，有点像乌龙吸汤面。吸很久的那种，没有，它还是有那个嚼劲，不是 Q 是嚼劲。它应该是先用有一点水分的汤汁，然后用炒的方式让它收汁嘛，哦。所以那个味道浓缩在这个面的表面上。对，它的做法比较不是既定印象中的炒面，我觉得有点像烩面，勾芡汤汁很明显，甜味也很明显。它的那个甜味真的是那种烟熏跟鸭油混在一起之后带来的那个甜香。面超好吃，很魔性哎，都一直狂吃。这个好好吃，然后那个鸭肉的肉汁咬下去一下的时候，整个先冲出来，超舒服。然后你在吃它的皮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它还有烟熏的味道，哇，好吃。你刚刚在讲的时候，丰田续3碗，宵夜美，但他们卖的是蛋吐司。其实很罪恶哎，在晚上吃这个。他很像猪国，然后突然开始 ABC 腔，要不要吃啊猪？对，真的。哇，小乌很大颗哎。满满的葱汁猪肉汤泄洪在你的嘴巴，然后你就啪啪。你刚刚在讲的时候，丰田续3碗，对，然后我就刚刚看着他我觉得它的那个调味很特别，在外面吃不到，然后觉得好魔性，好好吃。好呀茶。最特别是它旁边的这个韭菜花一绝啊！哎，真的一定要配它这个哎，要配着吃。对，要配着吃。它炒的好好哦，对，真的吃到锅气，满满的那种锅气超大强烈火炒过的那种。上一次吃到这么强烈的锅气，我觉得是我们在台南吃那个炒鳝鱼，啊，因为它选用很嫩的那种韭菜花，它有一个脆度在，所以你咬到了那个韭菜花的甜之外，口感是甚至像吃到芦笋，有一点哦，觉得脆脆的甜甜，然后多汁的，这真的超好吃，超好吃，啊，好喜欢。好强哦！超喜欢，接下来这也是招鸭牌，血也感觉趁热吃比较好。超爱他们鸭血，超爱，真是超爱。超爱。哇，鸭血基本上是那种滑嫩的那种口感，类似像豆花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又带点水分，而且它的那个调味真的很不济，因为它很乌醋的那个香味非常非常的浓，就在别的地方吃不到这个吃不味道，太到。它里面没有任何的那种空洞，所以吃起来是超级滑顺。真的像在吃果冻。真的骨溜就吞进去。对，我觉得它是那种吃进去，你还要先安静一下，让自己享受那个乌醋的香，吃到最后一口都是香的，然后因为其他东西味道都很浓郁，你吃这个你反而解腻。对，反而跳出来。丰田刚刚用心选的，你选的是腿肉，好好吃，水分过多，油脂过多，所以咬下去的瞬间，嘴巴里面都是真的是太多水分的那种感觉。好喜欢它的肉的口感，还有有带弹性的，就是吃得出很新鲜的，它是还有那个肉的紧实度，是，但不是咬不断的。对。吃他们家的鸭肉一定要配着皮吃，就算它的皮给那种很厚的都没关系，因为真的很好吃。
哎，它的鸭油真的好香。对啊，给你烟熏的香，可是你吃得到的是鸭肉的原味，对，很好吃，鸭肉非常好吃。它鸭肝有比较接近像粉干的那种感觉。我自己个人是喜欢这样的口感，像粉粉，然后粘性多一点点，内脏香味强烈一点点，因为像卤味这种好像是做成粉干最适合。完全就是够新鲜。它是有一个长头可以选，试试看。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哎，不一样。它长头的口感只是油脂稍微多一点点的脆肠的感觉，吃起来的那个水分比脆肠再更多一点，卤水味或烟熏味没有那么重，更吃原味。我觉得它的内脏类好像都反而故意没有要给你用到口味很重，任何必点，对值得吃一轮。对，我自己觉得宵夜吃是最爽的，对，哦，对。太香了吧！一定会有落在的啦。对啊，好好吃。它那个烟熏会很香，然后那个肥肉，那个皮超爽的。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鸭肉，赚啊！新竹人，新竹人就好。刚刚工作人员回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那个许二姐的面好好吃哦。”对，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役。哎，对啊，你们很过分呢，他们说真的好好吃，我们全部都吃光了。我们还会继续过分下去的。这一下呢，是玩家评论1300多折的一个宵夜美食，而且这个风格很特别，像这种有点像餐酒馆，直接这样看，文青的那种感觉。说宵夜，但他们卖的是蛋吐司，碳烤吐司那种蛋吗吐司，那我们是早餐肉排蛋吐司啊，就这样，然后可以卖然后1000多折。 1000多折。老板好，老板你好，你超完去说今天为了要采访，弄了这个，因为我知道风田很高，所以我特地把它抓起来。哎呦，超过月了。对。那这家店开了多久了9年多吧。 9年。很久了耶。那为什么宵夜卖这个蛋吐司？对啊，比较特别。这道理很简单，因为早上起那你也太晚起来了吧？宵夜时间。我瞄到那个蛋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进门之前就一直闻到那个煎蛋的香气，很浓郁，很漂亮哎。坦白说，我觉得这是一间有点奇怪的店。什么样的人会把听诊器跟假蛇？哇，你不要说假蛇啦！有人要等位置就给他，拿出去外面，嗯我不会出去叫他，我们的信物啦。哎，看后面还有，吓我一跳！骷髅，所以骷髅头自己也喜欢一些古着的东西。对，其实算古着的，因为我衣服都别人给的，别人给的。老板太好笑了。好，没关系，衣服没有关系，但食物不要。真的好像早餐哦。分别是什么？就是分别是什么？肉排蛋吐司，然后这个是招牌肉排蛋吐司，然后再加奶酥的。然后这个是草莓蛋。其实看起来简单呢，但你感觉真的很特别。对。对。然后这个是9层塔蛋饼。对对对。然后他们有说一定要配他们这个酱，它的辣椒酱是有加沙茶的。对。说很好吃的。肉排，是肉排，看起来。对，它是炸的。肉排炸的，对。它是炸排骨逻辑。对。对，这个好吃哎，算是很魔性。哎呦，它的那个蛋真的是有厚度，不是一颗蛋然后随便剪。它那个肉排的部分很台味的那种，真的哦，就是加胡椒，对，胡椒粉的那种香气。你像这个是就是宵夜会吃到的那个味道，盐酥鸡啊什么那个外层的那个皮的那个感觉，所以搭配起来很魔性。我觉得它魔性的另外一个点是来自于那个美乃滋，就很台式的美乃滋，长得像浆糊的那一种。那一种，早餐店的那一种，甜味是那种很微妙的、微微的甜，可是不管跟肉还是跟蛋都会非常搭。蛋的厚度让那个整个吐司非常的加分，就它那个湿度会让你嘴巴很适口，感觉有刻意把它的那个排骨肉排炸得更酥脆一点，然后真的好台式哦。是。
第一口会吓到，好跟那个预期的又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那紧接着要不要加点奶酥的？奶酥的来。其实很罪恶哎，晚上吃这个，哪一个？完全变一道菜，瞬间那个台味消失。不台了，他很像出国，然后突然已经开始 ABC 腔了。真的，你去了美国回来就要不要吃？淡点之后，真的大改变，很好吃。把猪脚变成奶酥跟蛋，因为他们很 match 嘛，对奶的那个共同的部分，所以那个反而可以吃到那个蛋香。OK。我跟你讲，它现在逻辑很像我们有时候吃法式吐司会加肉配着肉片，咸甜带一点奶味的那一种感觉。但是你夹的肉是台式排骨，超酷。就他没有忘本的。来，接下来是草莓的，草莓我先来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草莓酱就是很传统式的那种草莓酱，但是呢，它主要强调是它的蛋的那个香味。它这个蛋的香味的时候，它整个被拉起来，变成猪脚。我一开始是先吃到草莓的味道，然后在咬蛋的口感的时候，会感觉里面好像加了类似棉花糖的那个口感，但是后来蛋香跟焦香味，它自己煎过的焦香味慢慢跑出来，变不同东西耶，就比传统那种煎荷包蛋的更好吃。9层塔蛋饼，你要加一点那个他们的沙茶辣椒酱。如果你早餐店来说，它不会出现这种酱。对，顶多就酱油膏、辣椒。那个炒得非常香。然后来是它9层塔的存在感，虽然真的蛮强烈的，但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那个饼皮，它有点像就是那种酥，有点像脆皮的那种口感，煎到比较焦香味比较浓的那种强烈感，但是整个香气都是非常的足。哦。蛋饼我好喜欢，蛋饼的饼那个皮的那个口感我好喜欢。电视外层这边看到的恰恰的部分真的是超酥，对，很酥的。但是其他部分真的是有带 Q 的，有带嫩的。然后那个蛋香很明显，而且9层塔的味道跟那个蛋的香同时存在。对，我觉得很棒，好好吃。平衡做得非常好。好了，应该新煮的部分已经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来，苗栗加油！你的胜负基本上在这边已经盖棺论定了。对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苗栗战队发牌了。好啊。OK，新竹刚刚表现得很好，对，真的是表现蛮强，让我们倍感压力。国王该有的表现。但是苗栗也是很厉害。来，苗栗的人口数大概是53万人，但是它的主要的居民的族群都是哈嘎尼。对。客家大县，台湾的客家大县有客家人就是什么有美食，它的口味它是比如咸啊、肥、香，酱也很厉害。它的重口味是人家吃了就不会忘记。我们苗栗的这个美食是独树一格。没错，为什么会被叫苗栗果？你以为？进来这里你就出不去了。没错。接下来我们是一种汤包的概念，它的葱就是多到爆炸，让你去吃，然后没有肉，压低成本。没有，这间的评论数哦，将近3000则。我们3000多则，它的数据是有让大家信服的。哎，你好，这个是什么内用？你们店开多久了？20几年啊。那你们家的小笼包比较特别的是什么？它一定要把上面铺满肉。哇，小笼包很大颗，很大颗，我看一下，这叫大笼包哎。对啊，什么小笼包？哇，巨笼包了。然后稍微让它有点焖一下，让它软化之后比较好吃。那你帮我焖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看一下里面的那个包馅，你看。不是，你看那个馅，我几乎看不到肉，都被葱盖住了耶。狂加啦，我看大家都狂加。而且因为我们3个又是很爱吃葱，它这边其实有很多的酱料可以选择，但老板就说，如果 OK 的话，你就吃原味，直接加葱就好。
满满的葱，而且它是鼓励加葱哦。你可以先吃颗原味，我先吗？让你看看我不要让们厉害我们的啊。话语有影响到你。其实加了很多葱，但是它的那个味道是很温和，不是给你很冲的那种感觉，葱加热过的那个甜味，变得软软对，的，甜甜的，很舒服的甜，跟那个猪油的那个香，吃起来是很温和，而且里面盐的不是很咸或者是调味很重的那种，所以蛮原始的那个味道。哦，是哦。原味的时候吃起来真的很舒服。他们还有配酸菜，酥哦，比配泡菜更好吃，类似。很直。他们使用的板条真的是国宴用的板条。啊，它的板条的口感太赞了吧！我是有跟老板说，我想要吃再酸一点。但是好爽。哦，它的袋子本来就蛮大，然后我刚一口吃的时候，它完全就像葱汁猪肉汤泄洪在你的嘴巴里，哇，很热辣，咬一咬啪啪，然后它本来就是温顺的一种蔬菜的甜味，难怪它真的可以慢慢的感受到那汤汁。这是需要细细品味那种哎，可是你会觉得它的汤汁冲到嘴里的时候，温度是温温的，带了一种蒸熟后的葱的甜味。可是因为你外面有加生的葱，它还是带了一点点那种新鲜葱的那个香气跟刺激感。可是整个在嘴巴里面好温柔哦。而且它这种稍微静置之后呢，皮就稍微回弹，有点 Q 感比较多一点。蘸酱的，我觉得我跟威廉哥喜欢吃蘸酱。真的吗？哦，蘸酱好吃啊！因为它原本味道没那么重，再加这个酱油、胡醋啊，多了一个咸跟酸跟甜，就变成很多层次。蘸这个哦，我觉得反而更提味，这样变化了，对，不同感觉，会变得蛮完美。它这个就是那种小笼包的酥滑，原本不加的时候就非常非常那种偏食，然后化了妆之后又带有性感的感觉。哦，哎，你好会形容哎。我好像喜欢加酱哎，因为我们酱也没有调到很浓，然后你一咬下去，原本吃到原本汤汁的味道，跟醋混在一起，好像要变成一种新的东西。汤都不要浪费。不可能吃酱汁吧？哦，应该是先吃一口，然后再这样子。对，吃一口这样。有点太咸。废话。但我觉得这个作为第一餐非常非常加分。对，早上吃的感觉很舒服。它吃很多，你看，好吃吧？女生会很喜欢的，因为它是原味，不会有太多腌制的味道。我们工作人员应该要多一点女生的。你们赢面就很大。对啊。对，就我们之前吃那个很厉害的煎包，有没有？跟蛋饼的那个附近对，还是不然再排一次也可以。对啊，那必赢那个你会不会 OK 吗？可以，也可以。没有，我们现在要吃的这单很厉害，它的评论数是超过2000则。对，人家要吃的是一个臭豆腐。他很有爱心，你只要考100分，对，还会免费换这个臭豆腐给你。而且呢，它最重要就是它是属于外国人友善的臭豆腐，它不是走那种发酵臭的路线，对，是以一种中药材脆皮的那种中药味，而且它很酷哦。我们一般不是臭豆腐是吃配泡菜吗？对，他们还有配酸菜，好，酸菜加泡菜，哦，厉害了，厉害，欢迎你们，你好。你们这个臭豆腐店开多久了？民国50年到现在了，哇，所以算是老店的啦。我们是遵循古法哈，用那个青草、中药还有蔬菜哈，纯天然去发酵的，所以它比较没有一般外面那么臭。不错的，对，外国人来这边吃哦。而且你看哦，考卷100分啊！我们想是来问问你，就是我最近有考一场，30几岁的我们就只哈，认考卷不认人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分县市，过来哈，100分，看一下，就有一份臭豆腐了。而且我考这个算是很难哦。怎么样？长针指向12，短针指着3，这样是几点钟？对，这个 OK 了。
多，可是这样都70块而已。这肉给的超多哎，多的不可思议。它不是骨头哦，还是肉排了。这是综合的药膳汤，然后是鸭血豆腐，麻辣鸭血豆腐，这就是我们的臭豆腐呢。再配个酸菜吼。这边的吃法就是先塞酸菜，先吃一口，对，再加泡菜在一起吃。哦，对哎，好好吃，这是我考100分拿来的。对，这是用6宝宝的考卷换来的。免费的。很酥哦。哦，好奇什么？好像比配泡菜更好吃。真的吗？本身它臭豆腐很好吃，然后吃的时候也是没有臭那个臭味，反而是它的那个甜味可以吃得到，很多水分，对，外面很酥。我觉得它是很水准很高的臭豆腐哦，然后再搭配酸菜，哎，很搭，意外的搭，会惊艳的。它是酸菜本来就已经在好吃，刚刚丰田自己单吃了2、3口酸菜，我觉得它的味道有点比较偏，有点像类似榨菜，带甜味多一点的，跟它的那个酱油里面加的酱汁很搭，就是变成整个豆腐会偏甜，是有一个它自己的香气，有一点像豆香，可是也有一点像药膳香，它就有点炸到很像有小气泡在外面，所以它就有一个空气感，酥酥的，然后中间超嫩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它炸起来超好吃，超香。它咬下去的时候，你会有点类似像汤包的概念，冲出来，很强的臭豆腐。为什么只叫1盘？你可以拿2张考卷来。麻辣鸭血豆腐，我觉得完全不同的概念，不是发酵的那种臭豆腐，它是变成嫩豆腐那种感觉。然后它那种汤是药膳麻辣的感觉，然后没有到很辣，顺口的，我觉得是女生都会很喜欢的那种。可以一直喝。对，你会觉得它的汤喝起来很舒服哎，会惊艳哦，它的汤底会有点惊艳。可不可以有一家麻辣烫是跟他们要这个汤底啊？超好喝的哎！有中药香，然后有高汤的香味，可是它又有那种花椒，然后麻辣烫会有的那个花椒类啊、辣椒的香味，舒服到爆哦，很爽哦。我也吓到。我要强调它的鸭血一次看看。你已经先吃了是不是？多吃一口，我惊艳，超级水。Oh my god！ 跟雪儿姐比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完全不一样东西哦。这个虽然它是放在麻辣里面，可是它吃起来也不像麻辣，一般平常吃到麻辣鸭血，它有一个它自己卤过的咸味，然后它吃起来像果冻鸭血那种，非常有水分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它没有输雪儿姐。我觉得它应该算是这里面的主角之一了。我刚刚以为豆腐是主角了耶，鸭血 amazing，Oh my god！他们目前这样子，我觉得他的酸菜啊、麻辣汁都可以单卖。对，综合药膳汤你先开始啦。那每一块排骨都给好大，然后肉很多的那种。好吃哎，很少排骨给这么多肉的，它是可以给你满满的那种肉感。对，当然有一些人是喜欢撑骨头的，不吸那个骨髓没有问题。哦，好吃。有大字报。麻辣基底13香，药膳基底是10全大补汤。所以是完全不一样。对。哎，可是我觉得他刚刚说他的药膳的汤底是那种10全大补汤，喝得出来是那样的药膳香。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到中药味走超级强烈，他在，可是他是很温和的一直进去的那种，我觉得你喝了会很舒服的那种药膳味。对。丰哥很认真在趁那个认真坑，一直讲说不会输，但是他的那个身体超诚实，狂吃。猪脚的味道有一点像那种五香猪脚，然后用药材去稍微卤过，可是中间它完全是胶质，然后跟它会让那个汤瞬间汤汁变浓稠，猪脚好吃哦。我这来苗栗要辛苦很难分身，对，太厉害了，这间店。没错，越来越有信心了啦。对，循序渐进，最高潮的还没来，这样才比赛好看。可是超嫩的，好好吃哦，真的，汤真的很赞啊，真的。超脆，它是脆不是酥。对，它外面脆，里面还好柔软哦。配酸菜好吃哎。对。
哎呦，我们要来高级的。最后一件是我们直接端出了我们的国宴级的料理。这一间店呢，它是苗栗，可以说是苗栗公馆这边最有名的面店，评论数4400多。哇，好多！他们这里是卖客家料理，非常有名。然后他们使用的板条真的是国宴用的板条，就是要招待一些外宾啊，外宾，我们招待，谢谢你们的招待。外的，而且也是非常大间，而且它还有一些很特色的客家料理。你好，老板，你好，来，你好，老板你好。营业多久的时间呢？45年了。那你们这一代都是客家人，客家庄吗？所以你们做的这个板条啊，就比较厉害。听说很有名，国宴级的。板条它的口感是比较特别。我们的炒板条的话，处理方式跟别家不大一样。从你这一次，你就可以好好感受一下我们在客家庄感受的不一样的客家料理。客家庄一定要点姜丝大肠。帮我做酸一点，下因为你算是日本人，非常重要。你说是苗栗我们最后的压箱宝。对。我们只要你这一站赢了，我们基本上就赢新。对，我们在比赛。对，好不好？这个量会不会作弊？是，我们绝对不是要用这种量来这个取胜，对，是因为它这些东西都是必点的，哦，必吃的，分量很多，这样这都是1人份，就是小份，这才是大是大份，2人份的，对。刚刚板条，板条，客家板条，凤牛，这看起来好吃，来吃，可以吃吗？请吃。啊，它的板条的口感太赞了吧？很 Q， 而且它的那个调味其实是很简单，应该是酱油、米酒，还有那个九层塔那种，然后大火炒的。大火炒之后，那个酱油的那个香会提味出来，然后板条完全吸附这个酱汁，用收汁的方式，单吃板条就那个酱香很浓，很好吃。酱香迷人。那个调味的那个油香味非常的明显，因为它伴随着那个所谓的锅气，看起来颜色不会很重，但是它非常的浓郁。板条像是每一条都有被一层油包裹一样，可是你不会觉得腻口。然后我觉得它那个口感，它那个软嫩感有点像我们吃什么卤猪皮那种。哦，对，你会觉得外面有一层黏膜的那个感觉，然后软 Q， 那口感超级棒。哇，这好好吃哦，好喜欢那板条。然后那个半盘快被丰田吃完了，超好吃哎，厉害上次这个比赛我只拿这个板条出来应战都 OK， 这样子够了，够了。这样不要比这个了。我是有跟老板说，我想要吃再酸一点，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应该比他们平常调会再酸一些。加强版，いただきます。但是好爽，它的酸是真的是有够酸的，它的那个醋会冲到你的鼻子去，很酸，但是很爽，那个。好爽！它的酸很舒服，只会觉得那个酸是酸爽，原因是它的那个大肠里面的油脂，它其实没有把它全部剔除掉，可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，完全就是姜跟它的醋的那个酸味跟酱香全部放进里面，所以吃到的时候你在咬那个油脂，就可以享受它油脂的香跟它姜丝大肠 Q 弹感，因为它给很大块，对，所以吃起来会觉得很爽。我们来吃桂竹笋啊。吃的时候你就开始感到那个笋子的甘甜之外，它最厉害的是它用了一些肉汁，像是高汤一样的，去增加这个笋子的香气。有点像我们平常吃芦笋丝的那种做法。对，感觉这个跟酸菜的那个组合就是天作之合，就算它今天这一个拿去煮成汤，我都觉得超级棒。哦，现在超屌席，大家来这个我觉得要点咸猪肉，因为沾这个。它咸猪肉蛮好吃的，它除了腌制的香味进到里面之外，它还有一个烟熏的味道，而且它的中间那一层的油感觉让你没有存在，它变得是一种气味的。上面的油脂的部分好整体哦，
有点像胶质，又有点像一下就化开的油脂，但是非常舒服。这个好厉害的咸猪肉，吃过最好吃的。它非常的有特色。好好吃哦。还有一个豆腐，它感觉是用咸蛋炸过之后，表面会有那个香，再用炒的方式，所以吸附了那个油脂啊，或者是那个咸蛋的那个香气，特别会吸酱。对，先炸过的话，吃起来很温和，但是越吃越好吃。很像奶油，有一层奶油在表面的那种油香。然后你中间咬的时候，它不是还有用葱、用蒜去炒它？葱香、蒜香其实很明显都可以吃到。它也不是一般既定印象里面的那种老皮嫩肉的那种感觉。是，所以你会多了那一层的味道，你会觉得哎呦，这蛮惊艳的。我觉得这个料理也让工作人员吃。是啊。我2道。好，大家一起吃一吃。工作人员试吃时间。国宴级的板条是看看。我喜欢吃板条，怎么办？你今晚吃哦，真的蛮好吃。完了，新主人要跑票。先户籍啊，先户籍。决战时刻。是的，1就代表这个新竹啊，那我们就举手哈。然后2就代表苗栗。我们总共有7个人，所以不会有停票的情况。 OK 哦，1、2、3，请投票。想知道在地人才知道的美食资讯吗？想要出去旅游却懒得规划呢？不用担心，时尚玩家 APP 通通整理给你。现在还有独家优惠卡，走到哪里优惠就到哪里哦。不想错过任何好看资讯，就快来下载时尚玩家 APP。1、2、3，请投票。这样是这样哦，好。 2苗栗有5票，我们赢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也要投票的话，吃过大江南北的沈哥，我们的司机，他就是老饕中的老饕。哪一道你最喜欢？臭豆腐，臭豆腐，它那个皮啊，那个配合的太妙了啊！然后我们这次有赢家的礼物，好大哦！好吃泡面。哇，这才是时尚玩家，对，奖励都是也有吃的，真的很好吃哦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这就是我们很爱吃的那一款，有2个口味的那个。我们前阵子网络版有出现的，口味是红烧牛肉汤面跟香辣海鲜汤面的那2款。对。刚好你们可以各吃一个，麻烦你去泡一下。去啦。去。终于赢了，我们2个人联手斩断丰田的这个连胜纪录。这个是红烧牛肉，然后这边是香辣海鲜，浓的还是淡的？我们喜欢胜利的滋味。先帮我弄一个浓淡适中的好吗？它的那个香味真的好浓哦，好香哦！这里都闻得到哎，这边就闻到那个红烧的那个香。好，看一下这个香辣海鲜，有很多大颗的豆腐，高野豆腐。高野豆腐。稍等一下，就拿过去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已经有闻到，好香哦！我觉得再加了一点胜利的味道，就是更香最重要的。来，打开看看。香辣海鲜、红烧牛肉汤面。好，我们先拌一下，对，稍微搅拌一下。其实它真的很香，而且我个人真的很喜欢他们面条，对，很耐泡，你不觉得吗？是，我觉得有比一般泡面再更耐泡一点。Q 劲感很像那种韩式泡面会有的那种，对，有一点很耐泡的那种。对，哦，香辣海鲜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哇，你知道在比什么东西？完全能感觉到那种食物厂的那种感觉，而且他说是香辣海鲜，但它那个辣不会到那种，它是香麻的，很舒服的那种。你看哦，有吃到，哎呦，高野豆腐大块，而且我很喜欢吃那个高野豆腐吸到汤的那个味道，而且它有特别做一个调味，对，它那个汤头带有那种微微的香辣，我其实觉得超级舒服，可是它又会有那种海鲜鲜味。它里面本来就有加玉米，又加了一点点那个甜味，然后我个人
极爱吃他们里面的高野豆腐，有一点像冻豆腐或者油豆腐那种豆的香味很明显，好吃啊！而且面条真的强。来，这是刚刚你的红烧牛肉。红烧牛肉汤面，肉的汤头是那种浓郁醇厚的那一种风味，一喝就可以知道红烧牛肉汤的那种香气。然后，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青蒜，其实你在肉眼就可以看到超多，这边都是严选青蒜。对，哦，那不是葱哦。对，是青蒜。你在喝的时候啊，你就除了你可以感受到原本它浓郁的汤头以外，我觉得青蒜添加了一种清爽跟蔬菜的甜味，好爽。哎呦，这两个同时的主角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面条。哦，对，面条是最重要的。面条非常加分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汤底，我自己觉得它的牛油香很迷人，很好吃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会炒？怕我们吃不下，吃不完，怕吃不完。不会，这因为很好吃。吃泡面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味，这个那么好吃。好爽。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喜欢它，是因为它有一个鲜味，海鲜的那种鲜味。就算泡面，它还是吃到那个海鲜的那个香气。好，让你吃一下了。你这是觉得有酥的心服口服。我们还分你吃，输的心甘情愿。因为你还是知道啦。其实呢，做这个 PK 呢，就像这个海鲜或是红烧牛肉，各有各的喜好。应该说就是都好吃，但是找到的店家每一间其实很惊艳，因为其实大家在投票之前超挣扎。对。他们说到底要哪一个？这个就有点像什么？我今天拿这2碗出来说，来，你现在有10秒，你只可以选一个口味，你要选哪一个？选不出来。对，应该没有人绝对就是3比0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应该都是心目中一定很是，所以我觉得挑得很好，让大家都有一种挣扎的感觉。对，但观众不用挣扎，你要吃面，你2种口味都可以买。玩新竹玩苗栗，你们2天1夜，你刚好6餐。对，一次排完。然后宵夜再留给我们。宵夜再留这2碗。好，这2碗交给我。我们不是赢了吗？你们还有很多，这个带回家就好，好不好？这个带回家吃。OK，这个给我。好，我们有1箱。分你啦。OK， 谢谢大家，我们下礼拜见。